怎么？臣妾只是在想，明年是不是也可以与皇上一同吃锅子，赏雪景？明年原著女主就要进宫了，争取在她进宫之前升到昭仪一把。沈清，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臣妾看着窗外的雪景，突然就想起一句来：他朝若可同淋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臣妾僭越了。他想与朕共白头，可宫中只有皇后有资格与朕说共白头，100年后也只有皇后能与朕合葬。臣妾僭越，请皇上责罚。来，不准跟着。不要再说那2句话了，旁人听见对你不好。现在他是真的觉得我对他爱意深重，所以怜惜我这份付出，却终究不会回应的感情。可惜是假的，不过我怎么会让他知道这是我装的呢？我沈清竟然熬夜看小说猝死了，倒霉穿进这本大女主宫斗文就算了，还穿上了被女主开场就弄死的炮灰。2人快些，不然赶不上给皇后娘娘请安了。知道了。2人生的这般好看，皇上见了定然喜欢。好看有什么用？这张脸是祸不是福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坐吧。娘娘莫怪，实在是皇上今日走得晚些，臣妾也就陪得晚了一些。你伺候皇上辛苦了，坐吧。多谢皇后娘娘。虎妹，我光坐着，这于昭仪就恨上我了？不会女主还没进宫，人就没了吧？今后不论是谁，都得好生伺候，争取早日怀上皇嗣，为皇室开枝散叶。是。于昭仪跋扈，皇后阴险，似乎只有狗到女主进宫，然后手拿剧本进入女主战队，走原著剧情。等剧情走完，女主成了太后，我不就可以退休了？但离女主进宫还有2年，后宫诡谲，我也不能坐以待毙。若想在后宫活下去，最重要的就是皇帝的宠爱。2人，这几日新进宫的小主们都陆续侍寝了，就差2人了。宠爱又不是按照先来后到，我才不当这个出头鸟呢。这懒洋洋的样子，倒像是太后宫里的小白猫，还挺可爱。中了！参见皇上。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。看这表情，倒不像是刻意邀宠。什么毛病不让人起来？话都不敢说，是个老实的。起来吧。
嫔妾腿麻了。你掉吧。恭送皇上。今晚就宣他来侍寝吧。是。狗皇帝，我的膝盖。几点了？这皇帝再不来，我都要睡着了。皇上前头正忙，命人将沈良人送回去。这狗皇帝玩我呢！搞这么一出，我以后还怎么在宫里待啊？这不得让人给笑死啊！本来就悲惨的人生，又雪上加霜。过来，你看他居然还能吃得下饭，都这样了，居然还能吃得下。皇上前朝事忙也是有的，侍寝还有下回呢。还下回？昨晚头一回侍寝就不顺利，还以为是个脾相好的能得宠，白瞎了这张脸。昨日我问了李嬷嬷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皇后娘娘早晨差人送来的那些老旧的布料首饰，这不是明摆着敲打她的吗？她在皇上那儿不得脸，皇后娘娘也不待见，这以后怎么翻身呢？可良人性子好，对咱们也和气，要不再看看吧？蠢货，要留你留吧。主动走也好，免得我还要日日防着。昭华宫里只要忠心之人。陛下，昨日他就给送回去了。是的，沈良人也是头一个传来侍寝，又给抬回去的。那今晚就还是他吧。皇上竟然还记得沈良人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可愿朕？好家伙，谁敢说愿？臣妾不敢。是不敢，还是没有啊？这话题过不去了是吧？嫔妾是怕皇上已经厌弃了嫔妾。起来吧。靠，这皇帝好骚啊！给朕更衣吧。解扣子要这么久，故意撩拨。真是个娇气的，扣子都不会解。解开了。过来。还要我主动往上贴？这狗皇帝骚是真骚，装是真装啊！行，你装我也装。别说，这狗皇帝身材样貌是真极品啊！让你装，憋坏了吧？原来小说里写的是真的，感觉被拆了重组一样。赵海，备水。传膳。
木瓜炖雪蛤，这狗皇帝没事吧？我这身材还要我补？怎么不吃啊？不好吃。胆子倒是挺大呀，敢拒绝朕家的菜啊！皇上，真的不好吃。算了，不爱吃就不吃。真是个小宝宝，吃个东西也至于这样。你要吃好的话，朕就安排人送你回去。那我先去换衣服了。皇上，这沈良人赏赐，让御膳房注意点儿，瞧他那吃饭的样子，像没吃过好东西似的。哦，还有，将赏赐的物品全都折成银子去。哎，奴才明白。坐吧。前几日皇上因前朝的事情冷落了你，可有下着了？你位分低，这宫里的太监惯会看人下菜碟，可让你受委屈了。要不是看过原著，还真被皇后娘娘这副样子给骗过去了。你是皇后，你还不知道我有没有受委屈啊？臣妾不敢。皇上不是个爱色之人，忙于朝政的时候多了，你可别多想。如今皇上宠幸了你，这以后自然呢不会再受委屈了。皇后娘娘，我都要散架了！你竟然说皇上不好美色，你是不是对皇上有什么误解啊？多谢皇后娘娘。尽心伺候皇上，早日开枝散叶才是正事。这宫中最不缺的就是美人，想让皇上记住是件难事儿。如今你含苞待放，更要好好打扮，抓住机会。多谢皇后娘娘。拜见了皇后，也算正式入职了。以后这后宫混成什么样，就得看这皇帝能不能对我走肾又走心了。原著中，皇后一直不曾犹豫，为了得到孩子，她手段狠辣，去母留子。那要是我怀孕了，不行。春华，你知我素来喜欢看些医书，此番听皇后娘娘一番教诲，我觉得十分有理。先前我在医书上看到一些美容养颜的法子，你去药房取些药草来，回头咱们自个儿煎着用。好，奴婢这就去。去。这些日子好不容易借着美容的借口弄来的草药，只够做这几颗，不过应该也够用。私自避孕是宫中大忌，还是不告诉春花了。良人，于昭仪这几日知道您在研究美容养颜颇有功效，想请您去中玉宫一趟，也让他试试这些方子。又得装孙子了。
两人来的不巧，娘娘刚歇暇，还请两人等一等。无妨。才侍寝2回，于昭仪就这么针对，且穿越前好歹也是个集团千金，从小金尊月贵的，什么时候吃过这种苦？真是够憋屈的。良人，昭仪娘娘醒了，进来吧。狐媚东西！沈良人身子怎么这样弱？才站了一会儿就受不住了。既然站不住，那就跪着写方子。啊？是。昭仪娘娘千金之躯，不如我将这瓶随身带来的药膏在旁人身上试一试，也好让伺候的人学一学。那就看看吧。站着本宫看不清楚，跪着做。是，且不伺候了。娘娘，要不要叫太医？不行，被皇后知道了，又要在皇上面前编排本宫。多给她灌点凉茶。昭仪娘娘恕罪啊！娘娘，这回是在咱们中御宫里头晕的，要是在外头晕的，皇后娘娘就会知道了。那就回去吧，上不了台面的样子，看着都没劲。是。良人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不用生茶。可不然告诉皇上吗？他什么身份，我什么身份？我不配。别说只是晕倒，就算我今天死在玉昭仪宫里，轩辕灵也只会轻拿轻放。一个以色侍人的小良人，与拥有一个靠谱娘家的于昭仪孰轻孰重？别说是皇帝了，要我选，我也选于昭仪。良人福气必定在后头，眼下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本来想躺平2年，等女主进宫抱大腿，但现在这样也太憋屈了。不行，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吧。至于原著剧情，等女主进宫再说吧。既然想过好日子，那就必须要得宠。看来我该换风格了。皇上，这是这是毽子，嫔妾贴的可好了，皇上想不想看？往日朕不来这宫里头，你也这么不守规矩吗？那你要不要看嘛？倘若朕觉得你踢得不好呢？那皇上，你便罚我。那就先踢踢看。刚才不是还委屈巴巴的吗？刚才踢的时候，嫔妾就想明白了，皇上并不是不喜欢我踢毽子，而是怕我这副模样让旁人瞧了去，不成体统。所以啊，
才故意吓嫔妾的吧？不守规矩。那皇上，你罚我？良人，玉昭仪在御花园摔了一跤，宫人们不敢挪动。咱们宫离御花园最近，现在正抬着玉昭仪往咱们这儿来了。原著里于昭仪没有这一台，想着说不定有一天就没了，千万别沾边儿。结果人居然在御花园出事，真是飞来横祸。昨天狗皇帝才来看我，今天就出事，真的是意外。唉，女人生孩子真是造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臣妾也不知道啊。文秋突然就带着于昭仪来昭华宫了。文秋，给本宫仔细说明，这于昭仪到底怎么回事？于昭仪今日觉得气闷，便想去御花园透透气，谁知刚走到凉亭，就脚下一滑。怀孕了不知道小心些吗？还出来闲逛什么？皇上，皇上，皇后，昭仪腹痛难忍，还见了红，臣给她吃了药，可见效甚微，针灸也压不住，这孩子恐怕是保不住了。尽力救治。倘若此时引胎，可保昭仪无虞；若是都保，可都保不住了呀，皇上。那就把孩子给引了吧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不信，就这么摔了一下，孩子就没了。皇上，都4个月了，孩子都已经长稳了。臣妾恍然想到，好像当时踩到了什么东西。对，就是这个。皇上，有人要害我。皇上，去查。是。手串，完了，竟然是前几天去御花园玩时断掉的那条珍珠手串的珍珠。意外还是阴谋？是冲我还是冲于昭仪？说吧。皇上，听宫人说，沈良人前几日去御花园时，手腕戴的一串珍珠手串，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断了。想来文秋捡到的就是上面的珍珠吧。皇上，嫔妾没有。皇上，是沈良人害我。沈良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于昭仪平日里就极少去御花园，而且我怎么能确定她就一定会走到那里踩到我的那颗珍珠而摔倒呢？皇上，嫔妾死不足惜，但是断然不能轻纵了凶手啊！皇上，赵涵，带着文秋还有太医去忠于宫中，把所有用过的东西上上下下都给朕查一遍。是。原本想着女主进宫前都置身事外，但这次害到我头上了，必须帮于昭仪查出真相，还我自己一个清白。皇上，忠玉宫中并无可疑之物。沈良人，你还想狡辩？不可能，全都检查了吗？药渣子什么的查了。皇上还不命人将沈良人拿下？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你先好生歇着，朕肯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事情，快想啊！快想想宫斗文里有什么手段可以下药还不被发现。太医，药罐盖子，药罐盖子查了吗？文秋，去取。是。
皇上，这是竹黄草的味道啊！太医院开的药中并没有这味药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真的有人要害臣妾？这宫中竟有人心肠如此歹毒，敢戕害皇嗣。妹妹放心，皇上跟本宫定不会轻饶了他。启禀皇上，奴才将凡是能接触到余昭仪安胎药的奴才都逐一审查了，只有一个药院的药童失踪了。刚才在冷宫的枯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，奴才便去他住的屋子中搜出了一些诅咒余昭仪的言语。皇上，他说是因为余昭仪因为一件小事就处置了他亲妹妹，所以他心生记恨。起来吧。皇上，臣妾没有。给皇上请安，太后请皇上过去一趟。死无对证，但一个药房的药童能避开层层检查，将有毒的安胎药送到余昭仪宫里，有这种能力还不想余昭仪有孩子的，只有皇后。此事到此为止。是余昭仪身边的人伺候不够仔细，全部杖责。看来狗皇帝也猜到是皇后的手笔了，只是要顾全太后、皇后母家颜面，而且没有确凿证据，这件事只能轻拿轻放了。皇上，这件事如此缜密，在后宫当中只有余昭仪，虽然余昭仪心里清楚是皇后干的，但难免不会连带着恨我，必须抓紧攻略轩辕铃了。沈良人怎么回事啊？装着没瞧见我呢？嗨，臣妾只是着急回宫，怕皇上来巡找不见我。你什么意思？跟我炫耀？余昭仪那事出了之后，皇上照顾你一次没有？一个失宠的良人还敢嚣张？贱蹄子！皇上被你这一副柔弱模样迷惑，我可不会。乔美人这是做什么？乔美人、沈良人，皇后娘娘召见，请吧。怎么回事？沈良人以下犯上，挑衅嫔妾，嫔妾才教训他的。臣妾没有。你说。回禀娘娘，前些日子乔美人让良人在御花园奉茶，言语也有些威慑。良人胆子小，此后便深居简出。方才良人并没有对乔美人不敬，只是良人出来的早，没有留意身后的乔美人。谁知道乔美人出来对良人又是打又是骂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打过他？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？好了，乔美人，大家都同为皇上的妃嫔，理应姐妹相称。若是人人都同你这般，那还成何体统？本宫今日先撤掉你的绿头牌，你先回宫里好好反省反省，什么时候把规矩学会了，什么时候再把它挂上去。皇后娘娘，嫔妾知错了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乔美人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就别怪我利用你，让狗皇帝想起我。皇上，该翻牌子了，你已经小半个月没进后宫了。这是撤了谁的绿头牌啊？禀皇上，是乔美人的。她今日在凤仪宫无故责打沈良人，皇后娘娘亲自吩咐撤了她的牌子。那今夜就去昭华宫吧。良人，自那日之后，皇上很久都没来过昭华宫了，这该怎么办啊？
这不就来了吗？把宫门关了做甚？怎么，不欢迎朕？臣妾不是有意的，皇上不要生气。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最近在宫中又做什么不合规矩的事情了？臣妾不敢，只是前几日于昭仪那事把臣妾给吓着了。臣妾这儿离御花园比较近，时常会有人来往，想着皇上若是召见的话，也会有人通报一声的。怕什么？还有人能来寻你不成？搁宫里待着，也能少些是非。长了这张脸，在后宫本就招眼，还这么乖，安分点也好。于昭仪她有没有教训过你？怕成这样，看来那天真是吓坏了。没有。怕我为难，受了欺负也不说，真是个乖乖。好了，没有就好。朕送你的镯子去哪儿了？那镯子太过华丽了。你放心，在这宫中，朕说了算，朕允许你戴。轩辕灵自从上次白日宣言后，感觉好像打开了新世界大门啊。朕送给你的这个金链子，戴在脚上，可真好看。皇上，他是觉醒什么诡异的爱好吗？朕还不是被你这个小东西给带坏了。平日里在房中做一些不合规矩的事情，朕都被你带坏了。算了，你是皇上，你说的都对。刚才差点忘了，轩辕灵是古代皇帝，要是真放飞，轩辕灵估计能吓死。胆子倒是挺大，你看这后宫嫔妃，哪个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撵人？臣妾害怕吗？臣妾可以挨着皇上吗？他没有好的家世，父母也离得远，这也只是他宫里唯一的依靠罢了。这么眷恋朕，离朕那么远干嘛呀？刚是演的，嫌弃朕？嫔妾没有嫌弃皇上，嫔妾只是觉得有些热。过了，倒是真性情。朕让少府再给你的昭华宫送些兵来。多谢皇上。多谢。伺候满意了，什么都好说。在宫里娘娘们哪里争的是宠爱，明明就是生存啊。良人，林婕妤来了。姐姐，快坐下。前些日子妹妹受了惊，可还好？多谢姐姐挂念。早就听闻妹妹对养颜之术颇有研究，今日特来讨教。林婕妤，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呀？春华，把方子拿来给林婕妤。参见皇上。
难得见你这宫中还有客人。启禀皇上，林婕妤听闻嫔妾这里有很多美容养颜的法子，特意来找嫔妾探讨。哦，朕记得你素日里就爱看写医书。是呢，嫔妾是有很多美容养颜的法子。妹妹大方，还特地把方子给臣妾抄了一份呢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妹妹还说让臣妾少晒太阳，不然的话皮肤就会变得又黑又老的。今日得了这方子，臣妾一定回去照做。朕还有些事。我从来没跟皇上说过这么多话，这一回一定记住我了吧？那就先不叨扰妹妹了，我先走了，谢谢妹妹。良人，这林婕妤就是故意的。想来皇上定然是记住他了，不过是好是不好，这就很难说了。说皇上生气，可会牵连良人。之前王美人为了邀宠去找于昭仪的时候，皇上心里就不高兴。这次又碰上林婕妤过来找我，他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。正好趁这次和轩辕灵表示心意。怎么？没怎么，嫔妾就是太想皇上了。皇上，你是不是因为我今天让林婕妤过来生气了？瘦了。既然想的都瘦了，是不是朕宣你事情你不开心啊？嫔妾只是不敢奢望。嫔妾入宫之前，母亲曾嘱咐过嫔妾，要将皇上当作君上一样崇拜敬爱，不能擅惰。只因为这宫中美人众多，皇上不可能只宠爱我一个人。但是自打嫔妾入宫以来，皇上对嫔妾一直都很好。皇上每次召嫔妾侍寝，嫔妾心里就十分欢喜。可皇上来一回，嫔妾就想着下一回。嫔妾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心里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从前也知道她心悦朕，只是没想到这丫头这么喜欢朕，喜欢到都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所以啊，嫔妾既想着皇上来，又害怕皇上来。这次皇上召嫔妾侍寝，嫔妾心里既是惊讶，又是不可置信。皇上对嫔妾这么好，叫嫔妾心中不由自主了呢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皇上，罢了，他家世不高，多宠些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先前不是胆子很大吗？踢毽子的时候，当着那么多人与朕说悄悄话，还敢挑食，拒绝朕家的菜。那时候的胆子呢？你这性子啊，既娇气又善妒，想必你母亲是知道你这样，这才叮嘱你的。你又取笑我呀？朕这哪是取笑你，这是在调教你。狗皇帝是默认我娇气和善妒都没问题了吗？简直就是一个大进步啊！怎么了？那林婕妤倒是不嫌辛苦，日日都来昭华宫，皇上倒是招人喜欢。狗皇帝明明自己没意志力，非要说我。叫你勾朕。皇上，沈良人病了。病了？前几日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病了？是不是那晚太梦朗了？太医说了，
良人是受了风寒，风邪入体，又加上忧思过重，才使得病情来势汹汹。忧思过重。春华说，昨日中秋夜，良人一个人孤零零的看了好一会儿月亮，怕是想家了。他年纪尚小，又是背井离乡来这宫中，想必也是第一次没和家里人过中秋。白家，妈妈，爸爸，妈妈，良人不怕，是噩梦。良人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睡了好久了。我怎么还在这儿？没有回去。皇上，可好些了？哼，狗皇帝，就是你害的我。是很难受吗？是不是觉得待在这宫中太无趣了？嫔妾是因为中秋想爹娘了。过几日秋猎，朕带你出去透透气，可开心了？真的吗？朕说话还能有假呀？皇上真好。说，你是不是在皇上面前诋毁我了？不然这次秋猎伴驾名单里为什么没有我？我一个小小的良人，哪有那么大的脸面让皇上皇后都听我的呀？若你没有在皇上面前诋毁我，那这次皇上为什么没有来找我？一定是因为你。林婕妤，当心气坏了身子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呢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良人罢了，在宫里的位分是最低的，你也配去秋猎？林婕妤，你若是对我去秋猎之事如此不满的话，不如你现在就回到凤仪宫，让皇后娘娘把我的名字勾掉即可呀。吴妹子，你给我等着！皇上，喝醉了。今日秋猎玩得可开心？都做了什么？开心，臣妾去骑马了，而且还遇到了一位王爷呢。王爷？你同他讲话了？嫔妾也不知道是谁，就与他多说了两句，这都要吃醋？狗皇帝竟然借着酒劲放飞自我，骚话张口就来就算了，吃飞醋也不至于把我弄伤啊，把我好好的秋猎给毁了，狗男人！方才皇后娘娘允了咱们先行回宫休息，这下好了，面子里子都没了，赶紧收拾收拾吧，趁此机会给狗皇帝上上强毒。良人，皇上翻了您的牌子，您准备着吧。我这身体还没恢复好，今夜就不去伺候皇上了。这沈良人真是恃宠而骄，看来要失宠了。公公，我自秋猎回来之后，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好，昨夜又一不小心得了寒气，臣妾是怕把病气过继给皇上，还劳烦公公和皇上解释一番啊。那天的确有些放冷心寒了，规矩了一辈子，竟然在这小丫头身上放飞自我成这样。再让太医给她看看，务必要治好。还有，再赏赐一些补品，让御膳房多做一些她爱吃的。是。那良人你先行歇息着。良人，皇上会不会生气啊？
不知道啊。攻心嘛，总不能一直走神，借此机会试探一下狗皇帝心里对我的底线在哪。良人，您不是说您染了风寒吗？还来御花园逛不太好吧？前段时间养病养得我都快发霉了，好春华，我就逛一会儿。哟，这不是沈良人吗？不是说身子不好，连皇上都伺候不了吗？怎么在这闲逛啊？你可知欺君之罪吗？那要不林婕妤直接到皇上面前告状呗？你敢打我？你别嚣张啊！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东西？你呢，只不过是个以色侍人的玩意儿罢了。以后皇上定不会宠你的。我受不受宠，也不是你一个婕妤说了算啊！莫不是林婕妤想越过皇后替皇上处置我吗？我们现在就去凤仪宫走一趟，你敢不敢？你给我等着！这林婕妤心眼真是小，这回良人你把她吓走了，难保没有下一回。没有下一回了，不过该说不说，她这一出来的正是时候。这丫头又装，都该甩朕的脸子，还能真害怕？皇上，算了，规矩还是有的，知道自己服软了。皇上，臣妾又做错事了，请皇上责罚。做什么了呀？嫔妾打了林婕妤。沈清这个性子，不是会主动招惹的，无非是这几日他闹得过了些，那个林婕妤就以为他失宠了。抱抱。他一撒娇我就服软。皇上，臣妾那天真的被吓到了，现在满后宫都觉得嫔妾是一个以色侍人的玩意儿。皇上，你不是的，对不对？不是。不是什么？你才不是什么以色侍人的玩意儿。狗皇帝今天也太温柔了吧！启禀皇上，沈良人已经给送回去了。将林婕妤降为良人，禁足半年。这林婕妤得罪了沈良人，竟然直接就被降位了。奴才这就吩咐。等等，告诉王德，将沈良人的绿头牌给撤了。皇上这是什么意思？厌了沈良人了？还有，昭华宫的膳食不可再敷衍了。奴才明白了。皇上这是惦记良人还是不惦记？下去吧。朕到底把沈清当成什么呢？竟然第一次拿一个女人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良人，这绿头牌怎么担心我被撤绿头牌啊？之前秋烈提前回宫，被那么多人笑话，我要面子，所以甩了皇上脸。那皇上还不得冲我发发脾气啊？可外面的人都说您得罪了皇上，彻底失宠了。我都闹成那样了，要是还得宠的话，岂不是太招人恨了？也是。狗皇帝这次也不只是给自己找面子，也是护着我。良人，皇上来御花园了。咱们离得这么近，不去偶遇皇上，倒是可惜了。皇上，臣妾见过皇上。好巧啊，没想到在这儿还碰到皇上呢。是挺巧。
皇上，那我们还逛不逛？朕一会儿还有奏折需要批阅。哟，还摆谱呢？那臣妾恭送皇上了。哎，朕说的又不是现在。谁准你来御花园的？朕撤了你的绿头牌，不知道好好反省，还出来招摇。那臣妾就先告退了。真是怕有人趁朕不注意欺负你。臣妾知道。朕今日已经派人把昭华宫给拦了，对外就说你被禁足了，这样林婕妤他们也就不会来烦你了。哎，皇上，那可不可以在昭华宫再置个秋千？可以。这沈良人真是与众不同啊！沈清，光天化日。哎呀，臣妾情不自禁嘛。按照惯例，朕今日还要去看二皇子。虽然晚上不在，但是你想吃什么，照样吩咐御膳房便是。你身上什么味道？是臣妾新得的香露，用了通体生香呢。我这还以为是沈清，真是魔怔了，怎么突然就想到那女人？皇上，别怕，沈清，朕在。将这些东西都丢掉，都给我丢掉！从今往后，忠义宫不准出现任何沈清的东西。娘娘，这香露您用着不是很好吗？沈清那个贱人，竟然利用香露，让皇上在本宫这儿时常想起他，好深的算计！贱人，贱人！沈良人不识礼数，你去把人给我提过来，本宫要教训他。娘娘，昭华宫正禁足呢。我们被骗了，全都被他骗了。皇上根本不是禁他的足，而是在保护那个贱人。娘娘，这……闭嘴！本宫一个昭仪，要见他一个犯了事的良人还不行吗？去，把人提过来，立刻就去。是。打，给本宫打！昭仪娘娘要责罚我，总得给个理由吧？你个狐妹子勾引皇上，该打！住手！装了这么久的孙子，还是免不得被于昭仪作践。妈的，装个屁的孙子！人都要被打死了，死前要装个够本。我看你还敢不敢勾引皇上？拉开他！你们还不快拉开他！我死也要你下去陪我！放开我！打死他！赵斌，放手！皇上，小海，太医。是。皇上，沈良人他打臣妾，他还要掐死臣妾啊！皇上，住口！皇上，他要杀我！我做错了什么？他要杀我！于昭仪，你为何对沈良人下如此重手？臣妾得知沈良人装病避宠，不敬皇上，因此知行宫规。朕已经处置过，
你是觉得朕处置的不够妥当，还是这后宫没有皇后了？臣妾不敢，只是此人藐视皇安，臣妾是念着皇上才犯此大错，皇上明鉴。皇上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太医马上就到。沈清，雕出恶奴！刚才动手的那3个奴才，给朕全部杖毙！皇上，沈良人性命无碍，只是沈良人不仅浑身是伤，还伤着了小腹。臣还在沈良人体内发现了服用避子药的痕迹，这药本就伤害女子身体，如今还伤着了肚子。听嬷嬷说，良人下身出了血，往后怕是子嗣上恐有艰难啊。怎么会有服用避子药的痕迹？臣妾查看铜史上，皇上并未赐下避子药啊。是啊，朕从未赐下过避子药，这沈良人体内为何会有避子药呢？上次于昭仪消产，皇上就已经怀疑本宫了，如今这语气，莫非真的怀疑此事是本宫做的？是刚服用的吗？不是，避子药在良人体内数月有余了。数月？皇上，请容许臣妾彻查。那你就查一查吧。皇上不会是疑心本宫了吧？沈良人身体是第一，外伤先治着，至于其他，仔细调理着。当真子嗣艰难了。沈良人年纪还小，他若不好好调理，恐怕日后……暂且先别告诉他。啊，皇上处置于昭仪了没有？皇上处罚了于昭仪抄经禁足。于昭仪的恩宠算是到头了，现在在皇上心里啊，她就是一彻彻底底的恶妇。还有呢，我昏倒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原原本本的告诉我，不可有隐瞒。宫中但凡打过良人的奴才都被杖毙了，只是太医说……瞒着我什么？太医说良人今后子嗣艰难。皇上知道了。皇上大怒，皇后娘娘下令查，也不知是谁害了良人，都怪奴婢失职。春华，你赶紧去把我床榻凹槽处的那个小瓷瓶拿出来扔掉。春华，我第一次侍寝完之后就去拜见皇后，她告诉我要抓紧怀上龙子，可是我未分地，就算怀上了龙子，不仅性命难保，孩子也会被夺走。我不告诉你，是怕有一日东窗事发，连累了你。奴婢知道良人苦，奴婢这就去。皇后，这半年内宫中失了一个孩子和一个能生育的妃子。皇上，是臣妾治理后宫无方，请皇上责罚。沈良人避子药一事，皇后查得怎么样了？还未有头绪，下毒之人很辣，一丝痕迹都没有。朕也知道你查不出来，朕打算动一动沈良人的位分，皇后意下如何？于昭仪滑胎，皇上就已经怀疑本宫。沈清这事儿还查不出半点蛛丝马迹，这个时候必须表示我对沈清无恶意。沈良人此次平白无故受了这么大的罪，理应安抚。臣妾认为，不如给他升2位，就升为美人。皇上觉得如何？反正他也不会有孩子。
朕也是这样想的，再赐个封号。那臣妾让少府再拟一个封号。不必，朕已经想好了，熙字，有重熙累盛的好意头。沈良人是好的，人也安分，此次遭此大罪，理应多补偿一些。那臣妾就吩咐少府下去办了。臣妾恭送皇上。这沈氏，皇上是不是太抬举他了？如今皇上正心疼他，况且皇上只是冷了于昭仪，并没有真正的责罚于昭仪，这样也安抚了沈氏往后不要生事的意思。反正他也子嗣艰难了，有宠无子，总不会是第二个于昭仪就好。好些了吗？朕知道，都是于昭仪的罪。这样乖巧的丫头，若是能生个与她一样的孩子，想必也很乖巧吧？还疼吗？很痛。朕已经把那些打你的人全部都掌毙了，你怕吗？不怕，臣妾只恨臣妾无辜，却遭受这灭顶之灾，恨那些人助纣为虐，心肠狠辣。沈清，朕别再算计于昭仪了。朕知道你聪明，都敢和朕耍手段，但是你敢告诉朕你恨于昭仪，朕也不怪你。朕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朕答应你，无论这宫中今后再有谁，即便你往后没有孩子，朕都绝对不会冷落了你。这是保证。好，臣妾答应。真乖。西美人都送走了，只是林良人的脸色好像不太好。我俩闹成这样，他还被迫跟着众人来贺我升位分，他脸色能好吗？听太监说，他出了昭华宫就去凤仪宫找皇后了。我如今生不了孩子，在皇后那儿也是没用了，他当然要估摸着下一个肚子。我们两个，一个要孩子，一个要宠爱，这不就一拍即合了？那美人可要小心他又作妖。西美人这是生了美人就恃宠而骄了吗？臣妾不敢。臣妾行了礼，受不受礼是昭仪娘娘您的事儿。臣妾这身子还没好全呢，万一出了什么差池，倒成了昭仪娘娘您的罪过了。您说是吧？贱人，今日可是这皇后娘娘的生辰，您确定要和我在这儿闹起来？你放肆！二皇子落水了。什么？二皇子，二皇子到底怎么了？皇上，臣无能，二皇子夭了。你胡说！孩子，我的孩子。二皇子到底为何会落水？奴婢只见一个太监突然窜出，不知既是冲着二皇子去的。他冲撞嬷嬷之后，二皇子的嬷嬷和二皇子就一起落水了。放肆！是哪个宫中的太监？奴婢天色已晚，奴婢没有看清楚。赵涵，
去查。是。先前西美人避子药一事，皇后尚未查出。如今二皇子夭折，皇后能给朕一个交代吗？臣妾失职，请皇上责罚。封闭内宫，今日在宫中当值的一个都不准走。皇后劳累，先送她回凤仪宫休息吧。臣妾告退。这剧情不对啊，二皇子怎么会死呢？现在剧情发生了改变，是只编了这一段，还是之后的都掰不回去了？之后我还能参考原著剧情吗？这件事到底和皇后有没有关系？皇后娘娘，果然是的。可是林良人在今日下手，平白连累了娘娘。金枝，你说他到底是如同那日说的投诚，还是他原本就有心要除掉二皇子？这不好说。这林良人投靠娘娘，往后若是有子，放到娘娘身边不就是嫡子吗？可今日所为，却怕他有旁的心思。最近的事情让皇上对本宫起了疑心，就算是他除掉了二皇子的，本宫也留不得他。奴婢这就去安排。皇上，有头绪了。说。西美人宫中的太监失踪了。又我？皇上，林良人自呛了。赵涵，查。是。不会又是皇后干的吧？还想陷害我？皇上，奴才在林良人的住所搜到了烧了一半的同心结和一套太监的衣物。那太监被抓到了，他不是太监，是宫中的侍卫。那侍卫怎么说？那侍卫在被抓的时候便咬舌自尽了，奴才无能，没能拦下。不过奴才叫人去查了，那侍卫进宫前便与林良人交好，似乎还去林府提过亲，不过被林良人的父亲给拒绝了。后来林良人就进宫了。放肆！不过好在林良人的宫女都交代了。说。那宫女说是因为于昭仪经常搓磨林良人，林良人恨透了于昭仪，想要报复，所以让那个侍卫假扮成太监，在今日下手。那西美人宫中的太监和此事可有何关联？那宫女说了，林良人与西美人交恶许久，这次就是想嫁祸给他，就刻意叫那侍卫把西美人宫中的太监打死并藏了起来，为的就是让西美人哑口无言。一箭双雕，这个林良人平日没这么聪明啊！歹毒的女人，传朕旨意，林家教女无方，残害皇嗣，罪无可恕，革职查办，抄家，满门流放。至于那侍卫的一家，奴才派人去查了，那侍卫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，她自尽的消息传出去之后，那老妇人便用一把剪子自枪了。是皇后吗？皇上，还有一事。说。奴才在林良人的住所搜到了不少避子药。皇后真狠呐！此事定然是林良人做的。不过林良人此番是冲着给皇后投诚的，结果事情闹大了，皇后不想给他兜底，索性就叫人灭了口。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巧？赵海在前头查查，一个宫女烧什么东西，都叫人抱到他跟前去。此事就先这样，传朕旨意，通知少府，为二皇子厚葬。皇后真是机关算尽，还
还顺便把我婢子要的事情找了个人扣了黑锅。这后宫果然是个吃人的地方。都散了吧。皇上摆驾回宫，恭送皇上。恭送皇上。此事不可能与皇后毫无关系。娘娘，不如我们再求一下皇上，彻查一下此事。不能了，皇上已经派赵海去查了，人证皆死，物证都在，不可能牵连到皇后。就算皇上不相信皇后是清白的，可也没证据，没有证据就动不了她。西美人，自那天过后，皇上1个月只去了于昭仪宫里，是不是因为那个太监的事情，皇上还是疑心咱们了？这于昭仪啊，接连失去了2个孩子，就算是做给前朝看，她也会得到复宠的。况且皇上疑心的另有其人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如今连初一十五都不去皇后那儿了，表面功夫都不做了，可见啊，皇上对皇后已经忍到极致了。皇上驾到！想朕没有？想。你一大早上去哪儿了？西美人，你醒了。皇上心疼您怕冷，早早的送了银炭过来，奴婢刚点完书回来。就只给我一个啊？皇上知道您不爱出风头，这不借着喜事的名头，后宫上下都有。喜事？什么喜事啊？方美人生了，是个皇子。哦，不对，应该叫方婕妤了。啊？这春华今日去御膳房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怎么回事？奴婢刚刚去取晚膳，遇到方婕妤宫里的人也来取。他看见西美人爱吃的糖醋鱼，便说他们也要吃。奴婢不肯，他便打了奴婢，那鱼也掉地上了。是奴婢不好，请西美人责罚。这方婕妤才刚生了孩子，尾巴就翘起来了。你打回去没有？啊！我问你打回去没有？没有。去打回来。可那是方婕妤。你主子我又不是失宠了，他敢打我的人，我就敢打回去。想下手多狠，你自己决定。只要人不弄死就成。你做不做？做，奴婢做。去吧。这平日里不出头，还真把我当软柿子了。这闹腾一番也好。皇上，怎么了？臣妾心里慌乱，竟不知这宫中有这样胆大包天之人，竟然在夜里潜入臣妾宫中，将臣妾身边伺候的奴才给打了。谁打的呀？臣妾不知道，只知道昨天他似乎得罪了昭华宫西美人身边的丫鬟。西美人身边的丫鬟？他是这样说的。赵涵，你去把昨天被打的人提出来审一审，问问他大半夜的是否看清了人家的脸。是。哟，这方婕妤只怕是要倒霉，惹谁不好，偏偏攀扯什么昭华宫啊！皇上，启禀皇上。啊，我问了那人说昨日夜太黑了，睡迷糊了，他也不清楚。这怎么会？他分明是被昭华宫的打的。方婕妤，方才你说你宫中的奴才被打了，不知道是谁，但却一口咬定就与昭华宫的人有关。哼，朕为你做主，让赵海去审了，那奴才却说不知道，你这是攀咬昭华宫，当着朕的面欺君呢。
臣妾不敢欺君，臣妾是将那奴才骗了，是臣妾识人不明，请皇上恕罪。虽然是被骗了，那这奴才自然不会再留在你的身边了。皇上，拉去杖责30。还有，留在三皇子身边照料的人太过于怠慢，去少府再挑一批懂事的。杖责的时候，让他们都好好瞧着。如若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不用向朕禀报，全部杖毙。这狗皇帝，这好几天不来了，怎么还突然上门了？刚闹了方婕妤的事情，还是低调点好。往常见着朕来便高兴，今日这样萎靡，果然是叫方婕妤弄得心里难受了。朕知道你委屈了，朕也罚过那些奴才了。只是再过几日就是三皇子的百日宴，朕真的不好再罚他。方婕妤找薛元灵告状了？哦，皇上，她是三皇子的生母，臣妾如今又不能生，皇上该紧着方婕妤才是。谁告诉你的？你不能生育了。正好戳穿闹一闹，都不能生孩子了，不闹一闹不正常。臣妾迷迷糊糊听到太医说的。总之，臣妾也不能生。皇上，你应该去方婕妤那。又胡说什么呢？臣妾又不能生，皇上您与臣妾就是浪费。你这脑子里整天都在想着什么？大白天的说这些，都是不知羞了。我不知羞，是了，嫔妾不能生孩子，又还盼着皇上来，倒是臣妾不知羞了。朕不是那个意思。倘若你真的想收个孩子，朕可以给你进位，封你为婕妤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认养小孩了。哎呀，闹过了。不要，若是臣妾能生，当然也不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骨肉分离。若是皇上想要臣妾有孩子，就叫他人母子分离，岂不是缺德？更何况臣妾还心存侥幸，万一自己的身子还有救呢？他原来暗地里难过了那么久。你放心，朕向你保证，无论有没有孩子，朕一定不会冷落于你。皇上，你去叫之前为西美人治伤的太医问问，叫他拟出个章程来，一定要把西美人的身子给调理好，否则就叫他剃头来见。是，乖乖，后宫中那么多女人能生，皇上竟想要一个孩子必须出自西美人的肚子。皇上，我就不喜欢参加那些宴会。就一个小孩有什么可聊这么久的？宫中许久没有新的孩子出生了，也许新鲜吧。美人脖梗不舒服，奴婢回去给您按按。哎，那不是方婕妤宫里的大宫女锦云吗？怎么出现在这儿啊？离远点吧。给西美人请安。不必多礼。啊！小心！西美人不要啊！三皇子，快来人呐！三皇子受伤了！西美人，你为什么要害三皇子？就算是惊慌失措，你也不能拿三皇子去挡那条狗啊！你，皇上驾到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三皇子为何会受伤？
皇上，奴婢原本抱着三皇子散步，哪知路遇了西美人，奴婢上前请安，不知从哪突然窜出来一条狗，西美人便大喊着摔在了奴婢身上。奴婢抱着三皇子，西美人便要拿三皇子去挡那条狗，争执之间，西美人的护甲划破了三皇子的脸。三皇子才刚刚满百日啊，就算情况危急，可哪有拿三皇子去挡狗的道理啊？孩子还这么小，万一有个好歹。那狗为何会突然出现在那儿？奴才是御宠园的太监，今日不知怎的，御宠园关着御狗的笼子开了，其中有一条狗不知怎么的了，发了疯，见了人就扑过去要咬，这才冲撞了西美人与三皇子。皇上，饶命啊！那狗呢？那狗发了疯，就不见了踪影。放肆！还不赶紧找！是，快找啊！可会留疤啊，三皇子虽然年幼，可是皮肤的恢复速度快于成人，且未伤到真皮层，看似可怖，实则不会留疤呀。如此还好。臣妾从未想过害三皇子，更不用说拿三皇子去当狗。至于三皇子脸上这伤，当时一片混乱，这奴婢如何就一口咬定是臣妾划伤了三皇子？臣妾觉得此事有蹊跷，臣妾一回宫便碰到了三皇子，而且又碰巧在遇到三皇子的档口，有凶犬跑出来。皇上，臣妾如今圣眷正浓，这样做对臣妾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回皇上，这狗在冲撞了西美人与三皇子之后，便冲入湖中，已经死了。去验。是。看来他是信我的。皇上，此狗是因为中毒才发狂的。这好端端的狗怎么会中毒呢？皇上，臣妾先前就与方婕妤有过局域，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还望皇上给臣妾一个清白。西美人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会拿三皇子去害你吗？上了颜面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会拿这种事情去害你？皇上，西美人污蔑臣妾。太医刚刚已经说过了，伤得不深，不会留疤。皇上，臣妾没有啊。搜宫。是。皇上不能如此偏袒西美人，三皇子叫西美人伤了，皇上不处置他，竟还怀疑臣妾，臣妾好冤啊！皇上，臣妾虽然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那狗的事情，必然是有人陷害。皇上，找到了。皇上，确实有毒啊！哪里找到的？偏殿之中。皇上，我们娘娘是冤枉的，此事定然是有人故意陷害啊！皇上，奴婢认罪。前些日，娘娘因为昭华宫郁郁寡欢，奴婢气不过，便在西美人回宫的路上找人放了条狗，想吓唬一下西美人，替我们娘娘出气而已。你一个奴婢，为了出头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他能全然不知吗？况且这毒药都已经全部搜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不，皇上明鉴，奴婢真的只是想替娘娘出气，绝对没有要暗害三皇子的意思。这毒定然是有人故意陷害的。若此毒是奴婢下的，那为何要将毒留在偏殿这样明显的地方呀？所以这狗是你叫人放的？是。前几日西美人宫里的人打了咱们宫里的人，皇上还误会娘娘攀咬，奴婢气不过，便想给西美人一个教训。但奴婢真的只是想吓吓西美人，绝对没有干其他的事情，还请皇上明鉴。对了，那个被奴婢买通的小太监叫小东子。回禀皇上，这御宠园确实有个奴才叫小东子。皇上，锦云只是心疼臣妾，绝不会想到竟然连累三皇子，此毒更不可能是他下的。三皇子是臣妾的孩子，臣妾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！怕是奴婢想要吓唬西美人之事被有心人知道了，故意拿此事来陷害娘娘，还请皇上明察，此事定然是有意要害三皇子的。你一个宫婢都敢放狗吓唬宫妃，如何能做不出下毒的事情？说不定三皇子脸上的伤
就是你做的。当时是不是你抱着三皇子？都住嘴！皇上，这奴婢胆子虽大，但却十分忠心。事关三皇子，不如我们再查一查。查。是。启禀皇上，其他东西都查过了，这些是今日各宫嫔妃送来的。皇上，此物有毒啊！臣妾绝对没有要害三皇子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。臣妾送礼时，唯恐三皇子穿戴不适，特地叫嬷嬷查看过，确定无误，而后才由嬷嬷拿去。当时嬷嬷可是查验过的呀。今日送来的礼物都是奴婢在看管的，都一一检查过了。期间就只有锦云姑娘一人突然来过，说是想要看看三皇子今天收到的是什么。方婕妤，你真是好计谋啊！不仅放狗划伤三皇子，陷害于我，而且还偷偷下药，用赵美人当替死鬼。奴婢就是见不得我家主子受委屈，皇上如此偏心，若不用此办法，如何才能让西美人受到处罚？皇上，人不行了。臣妾有罪，臣妾竟没能察觉锦云歹毒心思，巧着贱婢害了西美人，害了三皇子。臣妾有罪，请皇上责罚。方婕妤管教奴才无方，以至于伤了三皇子，夺取封号，降为良人。赵美人、西美人受了无妄之灾，还需要皇后多加安抚。是。既然方婕妤已降为良人，这三皇子留在她身边呀，自然是不大合适。皇后掌管六宫，事务繁多，再多一个孩子，恐怕会伤了神。朕念及纯夫人失了大公主后又小产，太医也说她往后恐怕再无子嗣。三皇子就去纯夫人那养着。提一嘴，竟给纯夫人做了嫁衣。皇上的口谕都听到了。皇后娘娘，这不是臣妾的错，臣妾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皇后娘娘，您就网开一面，饶过臣妾吧。方良人，这是皇上的口谕，本宫无权干涉。你们俩今日都无辜受难了，吓着了吧？回去好好休息吧。西美人新年同庆同庆，西美人赏的都拿着吧。谢谢西美人，谢谢西美人。皇上驾到！乐什么呢？要朕牵手啊？臣妾的新年礼物呢？怎么，前几日河宫赏赐，你没有啊？嫔妾倒是为皇上准备了新年礼物。这是嫔妾亲手封的，希望皇上诸事顺利。这蹩脚的针线，还真是自己做的。嫔妾还为皇上准备了。回头朕让赵海给你送过去。哪有礼物回头再送的？那朕现在让赵海给你送过去。是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
你这个小妮子，什么时候都惦记上朕的随身物品了？你要它做甚？臣妾不带，臣妾放着，乔治以解相思。皇上放心，臣妾很乖的，臣妾不会叫旁人看了去，好不好嘛？难怪民间男人说情话，说什么你就是要天上的月亮我都给你。怎么？臣妾只是在想，明年是不是也可以与皇上一同吃锅子，赏雪景？明年原著女主就要进宫了，争取在她进宫之前升到昭仪一把。沈清，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臣妾看着窗外的雪景，突然就想起一句来：他朝若可同淋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臣妾僭越了。他想与朕共白头，可宫中只有皇后有资格与朕说共白头，100年后也只有皇后能与朕合葬。臣妾僭越，请皇上责罚。来，不准跟着。不要再说那2句话了，旁人听见对你不好。现在他是真的觉得我对他爱意深重，所以怜惜我这份付出，却终究不会回应的感情。可惜是假的，不过我怎么会让他知道这是我装的呢？这是莫雅和幽兰，是皇后娘娘体恤西美人服侍皇上辛苦，特地赏了2个顶好的奴婢来伺候西美人。那就多谢皇后娘娘体恤了。西美人，皇后娘娘这是将您当做他俩的垫脚石呢。不是我这儿，也会有其他地方。皇上要真有心找旁人，是我拦得住的吗？可是，还不下去？真是可惜了，好歹也是2个美人。沈星，你宫中留这样的人做什么呀？皇后娘娘赏赐的，臣妾又不能拒绝。皇后赏的？好好的皇后塞什么人没事找事？朕可不想沈清如此大方，竟然把朕往外推。倘若你下次再让我如此恼火的话，可不是一个吻能这么简单解决。皇上，你不能这么怀疑我。嫔妾这2天本来就因为那2个膈应的，既盼着皇上来，又不敢让皇上来，心里难受极了。刚才可伤着你了？臣妾一个小小的美人，怎么能叫皇上如此担心呢？是真的不是。朕待会儿就叫人把那2个人给处置了，不用你再为难了。轩辕灵对我的行为早就超出怜惜与愧疚的范围了，如今这样是见好就收，还是索性再进一步呢？还在生气吗？不进则退，臣妾护不住自己，
皇上往后可不可以多护着臣妾一些？什么？他们都说伴君如伴虎，可皇上方才说会保护好臣妾，不让臣妾受伤。臣妾突然就想明白了，若是臣妾迫不得已的自保，都让皇上觉得气愤的话，那皇上往后可不可以多护着臣妾一些？他平时在皇后面前那样装傻藏拙，是觉得朕不会护着他吗？如今这样说，这是全心全意将自己交给朕，或者说将自己的性命交到朕手里。好，快点吧，快点封她为夫人，之后就是昭仪了。当了昭仪之后，她就不必在后宫里头这么艰难，除了皇后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。可还有皇后，不能再往下想了。西美人，当心些！这也太累了。春华，你帮我把这个头饰摘下来，重死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三公主病了，皇上去忠玉宫了，说是用了晚膳再回来。看孩子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先帮我准备些晚膳吧，饿死了我出来睡一会儿。是。娘娘，娘娘，怎么了？娘娘，李美人在寝殿摔了一跤，早产了。您作为一宫之主，于情于理都得过去一趟。啊？原著里有这个四皇子，剧情不会又跑偏了吧？应该不是皇后干的，她指望着这个孩子呢。李美人平时被她喂得那么胖，她打的主意就是足月生产，孩子太大，母死子活，怎么可能允许李美人早产？到底是谁呢？启禀皇上，李美人生了一个皇子。哎呀，快给本宫看看。赏，李美人产子有功，进位吧。这孩子不是早产的吗？怎么看起来比足月的孩子还大？皇上，臣有事禀报。臣方才给李美人号脉，发现李美人进补过度肥胖，如今是因为早产才母子平安。倘若足月孩子太大，其母必死啊！皇上，将近期照顾李美人的太医，还有接生的稳婆，都给朕好好审一审。皇后玩完了，宫里要变天喽。朕记得李美人一直都是皇后你照看的吧？皇上，臣妾以为给李美人进补是对她身体好，臣妾从未有过孩子，只是想把最好的给李美人，臣妾真的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啊！皇后跪着做什么？此事还没有下定论，我们一同等待审问结果吧。是于昭仪。请皇上责罚，那两个人没了。皇后，四皇子早产，不宜离开生母，就先由李美人养着吧。还有，朕体贴皇后，从明日起，纯夫人协理6宫，为皇后分忧。皇上摆驾回宫。皇后还真是有个好母家，做了这么多恶毒的事情，还能安然无恙。是你！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其莫为。你要是不陷害李美人，便不会有把柄落在我手上。于昭仪，就算皇上厌弃本宫又如何？本宫永远都是皇后。没有6宫之权的皇后吗？虽然为着前朝陈家和太后，轩辕灵不会废后，但如今这个状况，
皇后是彻底成为吉祥物了。皇后为了要这个孩子，苦心筹谋至今，轩辕灵却让李美人自己养着，又要皇后来看顾李美人。这是王后不准备给她孩子了，却用四皇子来堵别人的嘴。剧情崩成这样，原著女主还会进宫吗？春华，把今年的选秀名单拿来给我看看。是。今年入宫的一共6位，2位良人，4位八子。6位？可原著里这一批是12个人啊！果然这剧情已经歪得不行了。虽然女主还是进宫了，但其他几个人都对不上啊，看来不会被强行剧情杀了。熹贵人，皇上今晚翻了您的牌子，您准备过去吧。可今天不是新人入宫吗？这狗皇帝，新人入宫第一天找我，是嫌我仇家少吗？怎么感觉我才是皇帝，轩辕灵才是嫔妃，他正等着给我侍寝呢？这么一想，我感觉轩辕灵眼神都变娇羞了。怎么了？就是往常都是皇上来寻嫔妾，很少有皇上等着嫔妾的。嫔妾心中一时心有所动。是怪朕今日又求你过来侍寝吗？皇上想着嫔妾，有皇上在，嫔妾不怕。有朕在呢，你不要怕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朕就是要这满宫的人都知道，即便是新人来了，也越不过你，好不好？好。熹夫人醒了。皇上呢？皇上去御书房了。现在河宫上下都知道熹夫人留宿乾元宫了，这可是皇上登基后第一回。皇上这样爱重您，现在整个宫里再没有人敢欺负咱们了。说话算话的男人真有魅力呀，说当靠山就当靠山。皇上，你这看着嫔妾，心里都想着谁呢？看你都出神了。还能想着谁啊？皇上来嫔妾的昭华宫，就只能想着嫔妾，只能惦记着嫔妾。好，朕只惦记着你。皇上，你陪嫔妾用点下午茶吧。下午茶？来。朕这几日恐怕不好再来陪你了，今日便多陪你一会儿。他什么毛病？要去睡别的女人，还要来通知我？皇上，您倒也不必想着臣妾，臣妾这马上就要睡了，也不方便伺候皇上了。朕打算封你为昭仪。皇上，你认真的？君无戏言。哎，不必多礼。过几日，朕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把事情给安排了。臣妾相信皇上，当初选择用这样的方式骗他感情，在后宫里生存，如今竟然能在一个皇帝身上品出一点真心。可皇帝就是皇帝，就算有真心又能怎样？说不定过段时间就不愧疚了。为了生存，还是得继续骗啊。皇上许久不来了。朕打算给熹夫人进位，皇后怎么看？熹夫人无子，家世又差了些，若无名目，怕是生着妃位难以服众啊。不止这样，正是因为熹夫人无子，所以朕才特意过来问一下皇后。皇上是要打算大封6宫？提拔几个。顺美人多年教育大皇子有功，一直还是个嫔位，
纯夫人当初接连丧子，如今养育三皇子辛苦，朕打算封她为婕妤。沈清侍奉有功，加上朕打算让他弟弟外放，总归是对不住他。朕打算借着各地丰收的喜事，希望在朕的生辰宴上提一提他们几个的位分。皇上是打算要将西夫人的弟弟外放？皇上这么宠爱沈清，却又外放他亲弟，他弟弟好不容易进了翰林院，却被外放，官路不是就前路茫茫了吗？皇后，是有什么地方不妥了吗？没有，可惜西夫人弟弟不争气了，竟是在翰林院待不住。臣妾会着手操办此事的，皇上放心。如今皇上是真的无事不来了。娘娘，无妨，总归这样的事情，皇上还是会来问过本宫的。只要我还是皇后一天，皇上就不会越过本宫去的。一个不能生的贱人，居然能封昭仪，和我平起平坐。去找人盯着西夫人。这贱人好奇怪，一个再也不可能有孩子的人，竟然能对有孩子的人没有一点嫉妒心。还是说他不在意自己有没有孩子？难道……你去查查之前的婢子药的事。是。本宫跟你之间似乎没什么好说的。皇后娘娘可曾记得西夫人为何子嗣艰难？本宫自然是记得，是你杖罚了西夫人，致她不孕。若不是你，如今她这般盛宠，怎么可能会生不出孩子来？那当初皇后陷害林良人婢子药一事的时候，可曾想过，那婢子药是沈清自己动的手？什么？当初皇后彻查西夫人婢子药一事，查了许久都未果，而新入宫的嫔妃又有哪个有这种能耐，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皇后娘娘，给沈清下了数月的婢子药，还未被发现？除非是她自己亲自动的手，神通广大如皇后娘娘，也无法查出来到底是谁害的。你可有证据？皇后娘娘机关算尽，竟然被一个小门小户出来的耍得团团转。难怪他承宠这么久，竟然不见身孕。他这是从一开始就防备着本宫，他好深的心机。本宫竟然因为他不能怀孕，放松警惕这么多年，让他顺顺利利被封昭仪。西夫人，方才底下的人来说，于昭仪去了凤仪宫，过了好久才出来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他们俩现在共同的敌人是我。皇后要对我下手了。皇后娘娘若是要动手的话，该怎么做呢？如今皇上已经厌弃了皇后，他只能借别人的手除掉我。那要告诉皇上吗？人家都没动手，轩辕铃总不能为了我一句话就去处置皇后吧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自然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想办法自救。恳请皇上将嫔妾打入冷宫。青青，你这是要赌吗？赌一个皇帝的心。若是赌赢了，那么往后再无所畏惧；但若是赌输了，只怕就要入冷宫了。臣妾心里一直想着一件事，只怕说出来之后，皇上便再也不会喜欢嫔妾了。告诉朕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自第一次侍寝之后，皇后便明里暗里的暗示臣妾要为皇上诞下一名子嗣。当时臣妾还只是个良人，臣妾发觉皇后她想要去母留子。怎么会这样？
为了自保，臣妾便只能吃下那婢子。但是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想过会发生于昭仪杖责的事情。臣妾自食恶果，如今再也没有办法生下孩子，这大概就是欺瞒君上的后果。嫔妾一直欺瞒皇上，心里十分难受，如今说出来，倒让自己轻松不少。你知不知道这是欺君？你怎么敢？皇上，求皇上责罚。你要朕怎么责罚？是杖责，还是罚跪，还是鞭刑啊？任皇上责罚。是啊。挺好，至少还没进冷宫。怎么从昭华宫出来之后气成这样？西美人惹皇上生气了？抱抱。若没吃必死药，在宇昭仪打伤他之前，说不定朕和他已经有孩子了。若不是皇后，对，如果不是皇后，她也不会害怕的不敢怀孕。废话太麻烦了，朕疯了吗？竟然只听了沈清一面之词就全信了，还想着废后。朕真的疯了。可当初他身份太低，顾虑是对的。若是叫皇后去母留子了，说不定死得神不知鬼不觉。他想活着是没错啊。赵怀，朕问你，若一个人为了保护自己，一直瞒着一个秘密不告诉你，你怎么想的？若是没有伤害到奴才和旁人的话，想必是不想让奴才操心吧。是啊，他这么聪慧，宁愿伤害自己，也不伤害别人。皇上，得，想着想着，竟又发觉他一个优点。行什么礼啊？你不是不爱行礼的吗？皇上，您可是恼了嫔妾？下回不准你这样，这次就算了。嫔妾那个时候不敢恃宠而骄。好大的胆子啊！现在就敢了？皇上，你宠我，我就敢了。幸好赌赢了。这今日怕是你下不了床了。戚夫人，皇上来了。他不会又要来白日宣淫吧？皇上，青青，坐。皇上，你要雨露均沾啊，不然这后宫子嗣……青青，朕一下朝就想到昭华宫来。皇上，臣妾虽然这么说，但是方才有一瞬间，臣妾也害怕。臣妾当然希望
皇上独宠我一人，这天下女子谁不希望自己的夫君只属于她自己呢？可是您是皇上。怎么了？你不想见朕呢？君心难测，但君王有心。怎么突然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啊？往日那股骄纵劲儿呢？您可是皇上，这天下美人任您采撷啊。朕喜欢你，甚不只是因为你的美貌。皇上，臣妾有些饿了，要不您陪臣妾用午膳吧？好。夫人。这东西怎么这么腥啊？御膳房怎么回事？昭华宫的吃食也敢敷衍？可这和平时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啊。朕不觉得腥气啊。怎么会呢？嫔妾方才闻着，还特别想吐。是不是病了？我怕是。恭喜皇上，熹夫人有喜了。好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熹夫人，终于保住我这脑袋了。夫人有身孕之事，告诉后宫的上上下下。倘若熹夫人的肚子有任何差池的话，奴才知晓了。朕就说你往后一定会有孩子的。现在已经确认了，可以放心了。我怀孕了，爸妈知道了会心疼呢，还是会开心呢？会嫌弃轩辕灵这个孩子的爸爸吗？这些我永远不会知道。这怎么还哭起来了？怎么了？皇上您不能进产房啊。是啊，皇上，女人生孩子都是这样的，熹夫人是有福之人，不会有事的。不是，朕就进去看一眼。生了！恭喜皇上，是皇子，母子平安。熹夫人呢？夫人劳累过度，晕过去了，但没有大碍。傻，通通有傻。朕先去看看熹夫人。